这个孩子他叫做空莹，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。今天开始，他将要步入职场，开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。来到公司，见到大领导，在简单的交谈过后，他被分到了美术部。此时他内心狂喜，因为这正是他最想去的部门。这个部门的同事都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而且业务能力极强，工作氛围也非常的融洽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部门里面有很多和空莹年纪相仿的年轻人，很多的帅气哥哥和漂亮姐姐。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关系，大家对外形都会比较的在乎，每天都会花时间来打扮自己。试问有谁不喜欢看帅哥美女呢？也许本来你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糟糕，结果走在路上看到2个帅哥，哇，人生真美好呀！可是好景不长，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，难免会被人嫉妒。这不，虽然说部门的业绩一直名列公司前茅， KPI 也永远是超额完成，但是就是有人看你不爽，就是巴不得你死。他会抓住你一丝一毫可以抓住的东西，然后去扣帽子，去无限的放大，直到最后拖垮你。这天，部门负责人被大领导叫去约谈，理由是部门被人举报，说是美术部有些员工妆太浓了，穿着太暴露了，有的男员工还露着个肚子，不好好穿衣服，说是影响不好，必须整改。负责人一听不乐意了，张口解释道：“领导呀，人家员工打扮一下自己，一没违规，二没犯法，这只是一种仪式感，一种取悦自己的方式，又不影响工作，而且我们整个部门也都挺喜欢的。您看，要不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大领导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我也知道你的难处，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既然有人向我举报了，那为了公司的统一管理，你们就势必要做出一些牺牲。正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永远不要忘了，你们部门再怎么厉害，一年的 KPI 完成了多少，你始终是属于这个公司的，你得按照公司的要求来。现在你就2条路，要么按照我的要求去整改，要么卷铺盖走人滚蛋，连你们美术部直接一锅端了。”负责人一听，完了，这咋办呀？没办法，他只能回到部门向员工们宣布，虽然很突然，但是很遗憾地告诉大家，从明天开始，部门会给大家统一安排上班正装，所有人不得再穿私服出现在公司。同时，为了表达对大家的歉意，部门会自掏腰包给每位员工发放1000块钱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这话一出，整个部门直接炸开了锅，所有员工对着负责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谩骂，其中也包括空莹这个孩子。他们不想要拘束的正装，也不想要那1000块钱，他们只是想要曾经那个可以自由散发魅力的环境罢了。但是负责人做错了吗？他想给大家统一安排正装吗？他不想，这只是单纯的在增加他的工作量，不落下一丁点好处。他想自掏腰包给大家发慰问金吗？他也不想。他好端端的给你发钱干嘛呀？他有病啊！他也没办法，他就算再怎么牛逼，他也只是公司里面的一个员工，他不遵守公司的要求，他也只能滚蛋。但是大领导做错了吗？他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公司，他也不容易，众口难调。公司里面的人太多了，有男人，有女人，有快退休的老员工，有刚入职的新员工，这些人对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。有些东西新员工能接受，但是老员工接受不了，怎么办？女员工能接受，男员工接受不了，又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也没办法，他只能是去寻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点来管理所有人。你能接受他的管理，你就在这个公司干；你接受不了，那只能是你去换一个公司。但是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公司呢？那么既然他们都没有做错，究竟是谁错了呢？相信你我心中自有答案。故事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，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是非懂道理的人。